你真的会选食用油吗？多少人和我一样，买油的时候看的无非就是价格、厂家和克重，但食用油标签上的国家编号、配料表你注意过吗？这里面可隐藏着重要信息。这里是知识天地。食用油的商品标签上一般会标注些什么呢？比如转基因标识。那么怎么确定大豆油、玉米油的原材料不是转基因呢？很简单，就像零蔗糖酸奶一定会标明自己是零蔗糖，低卡食品恨不得把卡路里顶在脑门上。非转基因原材料对于厂家来说是一项卖点，所以说他们一定会把它写在显眼的地方。不过话说回来，那些不特别标注的，难道用的就一定是转基因材料吗？这个话题不能说得太绝对，但是考虑到市场偏好与广告营销，只要有利于销售，商家们肯定不介意在自己的外包装上添上一行字的。只要按照这个思路想，标签上的那些乱七八糟的信息咱们也都能理解了。有些厂家会强调自己的生产工艺，比如说古法压榨花生油；有些厂家会突出自己的产品卖点，比如说高油酸食用油，都是为了博销量。只要排版看起来不太差，那些厂家想写什么就写什么吧。自从科技和狠活火爆互联网之后，大家买东西的时候或多或少会看一下配料表，看看配料表干不干净，有没有食品添加剂，吃得放心才能过得安心。大多数食用油的配料表比较干净，花生油就是花生油，大豆油就是大豆油。植物调和油的配方可能比较复杂，一般是2种以上的油脂按照一定比例调配出来的。可是你知道吗？每一种油对应的生产标准号是不一样的。比如说，纯花生油就是 GB1534， 纯大豆油就是 GB1535， 调和油是 GB2716。运气好的话，咱们可以发现一个小彩蛋。有些食用油的生产编号开头是 GB， 有一些则是 GB-T， 两种前缀其实并没有太大的区别，只不过前者是1991年颁布的标准，后者则是2017年的新标。国标这种字母加数字的组合，对于老百姓来说可能太容易记混了。标签上有没有什么是咱们一下子就能记住的，并且可能影响到大家选择的内容呢？当然有，那就是加工工艺。加工工艺一栏一般有2种，一种是压榨，第2种是沁出。压榨自然不必多说，把油料炒熟之后，通过外力捶打挤压，最终让油脂从油料中流出来，主打一个大力出奇迹。过程多少有点简单粗暴，不过只要能榨出油来，过程也不重要。压榨法咱们的老祖宗已经使用了上千年，绝对经得起时间的考验。随着科技的发展，机械组件代替了人工，可中国依旧还有坚持古法压榨的油坊，拍2张照转一转还是蛮有意思的。沁出法就需要利用一些化学知识了。首先要知道有机溶质溶于有机溶剂，榨油也可以套用这个原理。有机溶剂一般选择正己烷，主打的就是产量大、成本低。哪种加工方式更好呢？对于消费者来说，肯定是压榨工艺更好吃。油料沁出多少会损失一些风味，中国人做饭一向强调原汁原味，至于费不费事儿，我都做饭了，还害怕费事儿？你会买食用油吗？去超市粮油区转一转，绝对看得你眼花缭乱，各种品牌、各种油类、各种价格。好多朋友们要么选眼熟的，要么就选销售员推荐的那一款。随着老百姓生活水平的提高，人们对于食用油的需求更加细化，但是这种细化往往都是和食物绑定的。比如说菜籽油炸红油更香，大豆油炸东西色泽好，玉米油味道淡，是烘焙的首选。可是如果每一种烹饪方式都需要搭配一种专门的食用油，家里的油壶是不是太多了呢？咱们不妨来看一看每一种油都有什么差异呢？菜籽油除了能够炸红油，还有着非常丰富的油酸和亚油酸，正因如此，它的人体吸收率非常好，可以达到99%。但也因为不饱和脂肪酸含量太高，它比较容易被分解成有害物质，最好不要长期反复使用。并且菜籽油的烟点还比较低，用菜籽油炒菜的时候记得打开油烟机哦。大豆油色泽金黄，人体吸收率高达98%，但是它所含的不饱和脂肪酸性质不是很稳定，保质期比较短。如果你生活在高温且潮湿的地方，尽量不要大量储存。大豆油加热的时候可能会出现泡沫，这是它的特性之一。如果看到的话，放心炒菜，它没有变坏。很多朋友都喜欢花生油，它的味道确实好，耐热性也不错，但是热量确实挺高的。如果过度使用的话，很容易长胖，建议每天使用30克就差不多了。
玉米油和玉米皮芽油其实是一种东西，它的味道比较淡，比较容易衬托食物原本的香味。不过它的卡路里比花生油还高，虽然适合烘焙，但是也要适量啊。橄榄油简直就是健康的代名词，但是它有多健康就有多不好吃。高温加热之后，橄榄油的营养将大打折扣，所以说大家还是凉拌吧。还有什么葵花籽油、色拉油、亚麻籽油、核桃油，各有各的优点，价格也各不相同。大家可以按照自己的需求合理选择、合理购买。知识 TNT， 专注你不知道的食物科普，我们下期再见。